让法务团队即刻跟进，督促对方删除评论，并且道歉，否则就发律师函。这样可以吗？我长这么大，你是除了江嘉林以外第一个帮我出头的人。替人出头这个事儿，我可能比江大林更在行。以后要是再有什么问题，你又多了一个可以商量的朋友。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王念，不哭了好吗？王念，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让你高兴，听听你发发牢骚。以后要是再遇上什么困难，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你。随叫随到。王念，不哭了好吗？听我说，不哭了好吗？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家。怎么了？我一看到披萨，我就想起我在国外留学那会儿，就老吃披萨。然后我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吃不惯。”没几天，我爸就带了一大堆的什么辣酱啊、榨菜啊，好多好多好吃的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想你爸了吧？其实，我爸和我妈一直有联系。我妈说，前2天我爸打电话了，他找到杜少坤了。我现在特别害怕，杜少坤贪污了那么多的钱，万一我爸真的被拖下水了，可怎么办啊？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爸是清白的，就没有人能冤枉得了他。小心，小心。今天谢谢你啊，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也一样。那你回去早点休息，什么都不要想，有我呢。晚安。
你先走吧。那个男的到底是谁？朋友。为什么关系？去哪儿了？你喝酒了？就跟刚刚那个男的？我跟谁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是你男朋友，我有权利管你，有权利知道你在哪，有权利知道你喝谁喝酒。哪来这么多权利？你现在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了，那么请问我需要你的时候在哪里呢？你除了那些不痛不痒的关系，你还做过什么呀，林肯？我怎么没做？你做过，你把我妈跟我弟弟接到上海来见世面来了，然后让我们大吵了一架。网上那些人在围攻辱骂我的时候，你就只会跟我说让我闭上眼睛，让我装作看不见，这就是你做的事情。这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宝妮。我没想到你这么记仇，有话你可以说出来，你可以告诉我。我告诉你有用吗？你是可以去打那些人一顿，还是能给他们发律师函，让他们向我道歉？我给忘记了，你可是有律师执照的大律师啊，大律师。可你女朋友受委屈了，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不去打官司，你只会跟我说让我装作看不见，让我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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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下，我是在关心你，不懂吗？我不懂。对不起，林肯，喝多了，你就当做我是在耍酒疯吧。真的太累了。
这么早，什么事儿？魏总，清风徐来又发微博了，比较麻烦，你赶紧来。这是今天早上清风徐来微博公布的2份资料，一份是飞扬集团和那3位专家签订的长期服务合同，还有一份是小力士奶粉近2年来客服部接到顾客投诉的记录。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认为这3位专家是小力士花钱雇来替我们说话的，是吗？是这样。这篇微博言之凿凿地说，小力士没有外源性雌激素，不代表雌激素就达标。还说一直有顾客投诉孩子喝了小力士奶粉导致性早熟。我看了顾客投诉记录，2年内有16起投诉是关于性早熟的，投诉比重占2.3%。对于那些妈妈们来说，就算只有1%，也足够让他们睡不着觉。这个清风徐来非常了解大众的心理，他的前2篇微博用的都是耸人听闻和煽动性极强的字眼，而这一篇措辞平和，但摆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的证据。看来我们遇到对手了。你怀疑这个人早有预谋？不然怎么解释他为什么一直针对小力士？还有，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些都是飞扬内部的资料，是怎么泄露出来的？有内鬼。我查过清风徐来的 IP 地址，都在公共场合，没有任何线索。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控制住这条微博的扩散。老大，恐怕已经控制不住了，快来看，江总。任何奶粉中如果添加了外源性雌激素，不只是质检不合格的问题，而是触犯了食品安全法。如果说奶粉中没有检测出外源性雌激素，就认定产品没有问题，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我实在不好说他到底是不够专业，还是另有目的。雌激素是导致儿童性早熟的罪魁祸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还在哺乳期的婴幼儿来说，奶粉则是雌激素最主要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对于奶粉中雌激素的含量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Robert，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奶粉没有任何问题，都是经过检验合格的，绝对不会导致性早熟。You should blame you on. Sexual precocity is not our issue. People is ignorant. You should educate them. We spen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marketing and now it's all gone. 对不起。Sorry, I don't want to hear that. I want to see you action from now. 徐总，这已经是 Robert 第2次打电话询问小律师的进展，我怕再这样下去，总部那边会出什么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薛总，舒总，你来的正好。现在 DL 什么策略呀？你知不知道我的电话从早上到现在就没有停过？纽约总部、各大媒体、各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在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江总已经和魏哲在商量对策了。我来是因为有一件事情需要和您沟通。还要沟通什么呀？这次泄露的合同和投诉记录都是飞扬内部的资料。我希望在我们集中精力应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同时，飞扬可以尽快的查出这些资料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大哥，我跟你说啊，我强烈不服，就服你，就用这么一条长微博，就把飞扬搞得兵荒马乱的。那些记者现在都堵到公司门口了，那薛玉连面都不敢露。说到底啊，还多亏你给了我那几份合同和投诉记录。来，放心啊，这个事儿我肯定会跟严肃说清楚，不会抢你的功劳。哎，我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吗？我就一跑腿的，你是下棋的，我懂。凯哥，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快就去明示公关了？想什么呢你啊？早着呢，就这程度，袁素肯定不满意。他要的是小力士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凯哥，说真的，
我这2天心里不是很舒服。从小我妈就跟我说，做什么都行，但是不能害人。公司虽说降了我的职，但也不算害我。你说我干这事儿吧，总觉得后悔了是吗？没有。我真没想到啊，你思想怎么这么狭隘啊？咱们最重要的事还没开始呢，你就打退堂鼓了是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找你了。哎，别，凯哥，我就随便说说。凤阳，你要想清楚，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谁？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以后能做一个体体面面的上海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没错，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就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如果说你跟不上我的节奏，你有一丝犹豫的话，你趁早下车，我不会拦着你，你也别耽误我。别，凯哥，我真的就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嗨，你说我一吃汉堡的，去可怜人家吃牛排的，我这不有病吗？你说吧，咱们怎么干？那就要看魏哲，他接下来怎么干。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所谓的育儿专家和营养大 V 公开声讨小丽氏。另外，母婴论坛上已经有人发帖在收集签名，准备集体向小丽氏讨个说法。我知道了。抒情说轩逸急了，小丽氏的网站遭到了网友的攻击，很多门面店、商场都向公司施压，说随时产品要下架，让我们赶紧想办法。我仔细想过了，不管这个清风徐来是谁，他很显然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不然不可能每次都打中我们的7寸。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小丽是在拿出更多的证据，我想大众都不会再相信。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位在大众心里有绝对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人出来帮我们拨乱反正。我有一个人选。范明博，儿童医院前院长，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他是我国儿童生长发育学科知名的专家。比起那些自封的育儿专家，他才是真正的权威。更重要的是，2年前他曾经公开抨击过小丽氏奶粉的广告宣传语，认为有暗示奶粉比母乳更有营养的嫌疑，导致了小丽氏奶粉临时撤换了广告。这个人选好。我觉得单让他出来说2句话，或者发个微博什么的还不够。既然我们要做，就往大里做。我准备去找一下王楚，他现在正在做一档有关育儿的网络节目。如果这个范明博答应当节目的嘉宾，通过节目跟大众讲清楚什么是儿童性早熟的成因，做一次科普，替小丽氏洗白，这是最理想的。你打算找王楚啊？对啊。我觉得这个范明博一看就不好接触，你能力这么强，你去找他沟通。王楚那边我去更合适，女的对女的方便一点嘛。好啊，你是总裁，你说了算。笑什么？您好，请问您是范明博范教授吗？你是？我是 DL 传播的高级副总裁，我叫魏哲，这是我的名片。你找我有事吗？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稍微聊2句。不方便，我马上就要上课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啊，那好。这几天有一则关于小丽氏奶粉导致儿童性早熟的谣言，不知道您看到了没有？我看到了。是这样，我来找您呢，是想邀请您跟大众解释一下，
关于奶粉中雌激素的来源，以及它是不是真的会导致儿童性早熟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同时，让我帮忙澄清一下，说这件事情和小力士奶粉没有关系，是吧？差不多。差远了。我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即便我现在不做医生了，但是我所发表的言论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不可能你们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哦，范教授，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我很忙，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范教授，一个学者难道只要写几本书传播一下知识就够了吗？难道您忘了您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吗？社会责任，据我了解，你们这个职业就是专门用谎言在维护企业形象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社会责任？范教授，您这么说，我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我们的工作的确是在维护企业的形象，但是我们一定是站在事实的基础上才开展工作的。我们工作的领域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承担着各自相应的社会责任。您还记得7年前您为医科大学编写的教材吗？前言里面有几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您在书里是这么说的：在30多年的临床治疗中，我深刻地意识到，普及婴幼儿疾病的相关知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这些医生和学者的社会责任。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您看，现在网上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育儿知识，绝大部分的家长没有办法去分辨真假。就像这次小力士奶粉导致性早熟的事件，都是那些所谓的专家还有大 V 们不负责任的在宣扬，导致了普通人的偏听偏信，一片混乱。如果再这样下去，受打击的绝对不只是小力士这个品牌，还有中国的奶粉行业，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这些孩子们和教师。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们这些专家和学者还不愿意站出来说话，那大众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正确的选择呢？我们真的只是希望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跟大众普及一下正确的相关知识。小力士3个字您都不用提，我真的希望您再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为了这些家长和孩子。非常好，继续盯着魏哲，注意啊，你们俩换着盯，千万别被发现了。喂，凯哥，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DR 下一步要怎么做？暂时还没有。说这事儿以后不需要我们市场部继续跟进了，全权交给 DR。而且后面说不需要跟我们沟通了。凯哥，你说这事儿，公司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我估计是引起了疑心，但你别担心，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快查到你的头上。但是咱们确实得快点了。我知道。
我刚才好像听到安迪和我们总监聊了一嘴，说DL下面要申请一笔资金，专门处理这次事件，数目还不小。我本来想听得仔细一点，但是怕他们发现我，就听他们提到一个叫王楚的人，好像就是那个挺有名的主持人。行，我知道了，你自己小心。王楚，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范明博范教授，这位是主持人王楚。范教授您好。你好，你好。久闻大名，能请您来做嘉宾是我们栏目的荣幸。不来不行啊，就是他给我扣了大帽子，说我作为专家和学者不站出来说话，就是不负责任，没有社会的良心啊。你说我敢不来吗？小吴，请范教授去休息一下，一会儿化个妆。范教授这边请。还要化妆啊？哲哥。哲哥，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啊？我又怎么了？外滩告白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事先让我知道啊？咱们可以谈个合作啊！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一定给我独家授权，我要直播。你省省吧，没下次了。怎么着？认定就他啦？就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同时，我代表DR传播还有飞扬集团向你表示感谢。你女朋友江达林已经跟我谈清楚了。进去吧。这样给你打电话呢，我想问你今天晚上。Stella， 我爸走了。今天听了范教授的讲座，我特别的有感触。很多时候，我们仅凭经验或者道听途说未必可靠，正确育儿还是要相信科学。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范教授再把儿童性早熟的成因以及如何选择一款好奶粉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就像今天大家节目里看到的一样，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原因是多样的，饮食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奶粉中内源性雌激素的含量往往比母乳还低，所以说喝奶粉导致儿童性早熟，从本质上就是一个伪命题。至于如何选择一款好奶粉，很简单，请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经过食药监部门检验的产品。我希望各位家长不要随意的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网络传言，一旦发现孩子有性早熟的迹象，一定要及时就医，
才不会耽误治疗。感谢范教授的详细介绍，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他。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会儿我请你吃饭啊。范教授辛苦了啊！来这边请。好。您刚才讲的实在是太棒了，那还不是被你逼的。不过，如果通过这种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儿童性早熟的真正原因，从而得到有效的防治，这个科普还是很值得。是，但是范教授得做好心理准备，还有4期节目得辛苦您。这辛苦倒是没什么，不过我担心你们的节目没人看，毕竟这不是什么轻松的话题。做节目呢，有人看固然重要，但是责任才是最重要的。知道你吃不下东西，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垫吧点儿。来，我赶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爸爸2个小时之前人就没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医院的手续我都办完了，殡仪馆也联系好了，火化的时间你和老家亲戚们商量好了，告诉我。二叔给我打电话，说他后天到。其实这一天，我早就想过，我爸他再也不用插着那些管子受罪了。你说我爸知道我这么想，他会不会怪我？当然不会，我一直记得当时你为爸爸讨说法时候的样子。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这么想，你是因为爱爸爸。他要是知道了，只会欣慰的。你们这次干得真的不错，短短的3天之内就完成了节目的录制到播出，这让我刮目相看。我说过我们会尽力的，但是薛总，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次一连串的针对小粒式奶粉的攻击事件，应该是有预谋的，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同时，我们这边也希望飞扬能够尽快的查出这些资料到底是怎么泄露的。上次泄露的2份材料，一份是市场部的，一份是客服部的。市场部的那份，说实话有点难查，因为一份合同从法务部到财务部再到市场部，兜兜转转经手了大概20几个人，确实是难找到头绪。但是客服部的那份投诉记录是有迹可查的。谢谢凯哥，谢谢凯哥。这个钱呢，就当奖金，先拿去花。你们放心，只要跟我好好干，钱少不了你们。小粒式奶粉的客服部有85个人，分成3个小组，24小时轮流接待客户的咨询和投诉。每一个投诉都会以录音的形式记录在案，然后再有3个小组的组长进行等级的划分。
普通级的投诉记录一般在3个月之后就会自动清除，而包括性早熟在内的比较严重的投诉记录，都会被专门存储到后台，以便随时跟踪反馈。3个小组的组长有权进入后台，随时调取记录。他们的客户总监应该有这个权利吧？他3个月前离职，目前这个位置是空缺。也就是说，泄露消息的人，应该就是这3个组长其中的一个。可以这么推断。那你看要不要让飞扬展开调查？千万别打草惊蛇，咱们自己查。就像今天大家节目里看到的一样，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原因是多样的，饮食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奶粉中内源性雌激素的含量往往比母乳还低。这100万都已经花进去了，专家也买了，水军也雇了，孔阳这一出手就是20万，结果呢，人家1期节目就搞定了，你让我跟智慧星怎么去解释？您看看这个，您就知道这100万花在哪儿了。你真是太有才了，这怎么搞到的？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只要这个视频一发出去，大家都会相信小丽是用钱收买了王楚和范明博，欺骗大众。这次他们就再也翻不了身了。太好了，你需要多少钱尽管说，这个视频一定要让它火起来。先别着急啊，再等等，等这个节目的热度再高一点，越多人看这个节目，到时候就越多人恨他们。你还真是天生干公关的材料。至于如何购买一款好的奶粉，很简单，下班喽。你快来看，范教授果然是不一样。你说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很多大爷都得转哎。什么叫做权威啊？各位家长，这就叫做不要权威。随意的轻信那些不负责任的网络传言。咱们不做功课狂啊！听话，把电脑关了，跟我回家吧。我们去看电影吧。听你的。那我看看有什么。你愿意看爱情的，还是愿意看喜剧啊？惊悚的。今晚8点，万豪酒店1818，本小姐婚前最后一次单身派对，不来绝交。裴玉终于要结婚了，你说我去吗？算了，跟他说晚上有事儿，咱们俩看电影去。去吧，人家刚才都说了不来绝交，而且呢，乐观的估计，裴瑜这辈子也就结这么1次婚，弄不好这就是最后一次单身 party 了。你不去多扫兴啊！咱俩一起去吧。都说了是单身 party， 我们俩一起去，这算什么呀？对对对。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那我就受累去一趟。等时间冒出嫩芽的身影，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调匀的呼吸，小心翼翼。
谁的心事揉成秘密？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城市中那一些繁文缛理，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渺小却华丽，生无力表